政委，庞北渊放在窗边的粉末不是骨灰，是面粉。再去找找看，得给黛玉一个交代。戴老师的骨灰不能就这么丢了。先回去吧。走吧。戴法医，病理分析结果出来了，庞北渊体内发现了一种市面上没有出现过的毒品。他不是一个瘾君子，我觉得他可能是在试毒。那我们还查吗？移交专案组。趁着庞北渊案移交，过去的事情都让他过去吧。你俩也好好休息一下，顺便去做个心理评估。我觉得副局让咱们做这个心理评估，就是希望咱们能休息几天。嗨，做什么心理评估啊？还不如让我回家睡2天呢。算了，来都来了，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做个检查，让他老人家安心嘛。要去你去吧，我去眯会儿啊。这么年轻啊，谢童。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魔术。塑料袋，你信不信我能变出你画的时间？不信。我要是能做到，我可以满足你个愿望。神奇的一幕要发生啦！嘿嘿，我厉害吧？说吧，什么愿望都满足你。我的愿望是你再也不要给我变魔术了。哎，你不是不去吗？还记得时间魔法吗？塑料袋。天凉了，我妈给你织的手套，你不是怕冷吗？记得带。谢谢。真的不能一直住在我家吗？我爸妈已经离婚了，我要和我爸回家了。你爸那么忙，哪有空照顾你？对了，把你家地址给我。塑料袋，记得回来找我。我睡了多久？20分钟。我说什么了吗？你说想看我再变一次魔术。恭喜你啊，戴警官，一切正常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这些年一直在江陵吗？怎么没来找我？不好意思，黛玉，报告我改天去。
怎么完成浑浊？尸斑主要集中于下肢，指压不褪色，尸浆凝漫至全身，死亡时间至少在6个小时以上。现在是10点50分，案发时间应该是在4月5号凌晨4点50之前。老高，重点排查4月5号所有的可疑人员。是。孙权，趁我在。对了，现场找到死者的手机了吗？没找到。行，你继续。黛玉，你那有什么发现吗？这现场出血量、目测都有1000毫升，可以确定，这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这个租客呢是短租的，这才2个月就整出这事儿，哎呀，我们以后房子还怎么租啊？来，说重点，他的房屋登记信息有没有？啊，这有的，我都会按照规定登记的。你这个给我附一份啊。哦，好的。还有你小区的这个监控范围怎么样？哎呀，咱们这个都是老小区，监控覆盖也很一般，就算有，那也是房东自己安装的。不符合规定啊，注意整改。哦，好的。我们走。谢谢。都坐下吧。我们聊聊案子。受害人刘婷，年龄32岁，身高1.83米，左胸有一处被洗掉的蛇形纹身，身上没有抵抗伤，致命伤在脖子。不过到现在，我们还没有找到凶器。锁骨下方的伤口长度11毫米，脖颈处的伤口长度10毫米，两个伤口之间的距离应该是12.5厘米。他的全身上下只有这2处外伤。出血点是脖子这一处，通过这2个伤口的形态来看，应该是来源同一种致伤物。受害人的指纹被刻意损毁，而且用的是一张假身份证。这指纹的损毁程度不像是工作造成的，应该是刻意损毁的，而且形成有很多年了。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在隐藏身份。确实，这个人很奇怪。他邻居说他平时跟人往来很少，出门就戴着帽子和口罩。我猜测，他是在刻意隐藏自己。手臂和双腿均无搏斗伤和抵抗伤，牙齿完好，口腔内无异物。肘部有油渍，一会儿去采样分析一下。好。从4月3日开始，死者就没出过门。3号那天晚上，有邻居看见受害人买了很多吃的和用的，邻居还以为他要招待朋友，但是从3号到5号，没有人去过受害人家里。5号当天进出过这栋楼的所有人，我们都查过了，除了原住民之外，只有3个人在刘平案发之前去过事发楼，2个是外卖员，1个是走错楼的。经过我们调查取证，这3个人嫌疑可以排除。采样结果，一会儿新来的楚密堂法医会送过来。这么小的伤口，致伤物会不会是钉子类的利器啊？不太像。如果致伤物是钉子类的利器，伤口就不会这么浅，而且外观应该偏圆，不是这种扁长的形态。可是现场好像没有符合这种形态的其他利器了吧？等会儿用环境电子显微镜检测一下，是不是金属利器造成的吧？以死者受伤后的状态来说，嫌疑人如果想继续伤害他，他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。准备解剖，看看内部有什么变化。孙权，说说案发现场。现场血迹分布图我已经绘制出来了，你们看一下。辛苦。血迹的正确移动轨迹应该是从餐桌到窗口，再到墙上，最后到门口。虽然尸体的位置在门口，但根据血迹分布来看，受伤的起始位置应该在餐桌附近。案发现场的血迹和血手印也都来自受害人，手机也不见了，可能是被嫌疑人处理了。
我在死者家发现一件黄龙汽修厂的衣服，他很有可能在那儿工作。黄龙汽修厂啊，这个我熟。那边干活的基本上都是刑满释放人员，老板叫黄龙，也是个刑事人员。案发现场的地上有饭菜，如果起始位置是在餐桌附近，那么嫌疑人和受害者极有可能是在吃饭的时候发生的冲突。能坐在一块吃饭的两个人，我猜是熟人作案。假设是熟人作案，那么嫌疑人应该对案发地非常熟悉。经过我陈一石精精的巡查发现，这个小区监控非常少，但是道路四通八达，非常便于隐蔽。我觉得这些因素都会便于嫌疑人逃窜。我们再好好查查监控，扩大搜索范围，看有没有可疑人员出现。陈医师，明天和我去一趟黄龙汽修厂。好。郑队，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屋内除了受害人外，没有提取到第二个人的生物信息。哎，郑队，树人啊，之前逮过。你们老板黄龙呢？啊，老板在后面忙着呢。行，你们先忙吧。黄龙，到。郑警官，最近这生意不错啊。还行。郑警官，你们今天怎么突然到我这儿来了？别紧张了。是。别紧张啊！只向你打听个事儿。哎，好。这个刘平是你们这儿的吧？是我这儿的，不过他已经辞职了。辞职了？啊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大概月初，好像是4月3号。他为什么辞职？他说他想回老家。他老家哪儿的？具体哪儿的我也不清楚，不过听口音像是南边的。他以前有没有犯过什么事儿？你清楚吗？不清楚，他也不说，但我估计不小。反正感觉不太像是刚放出来的。你也知道，我这儿都是些牛鬼蛇神，但个个都有点怕他。这就好了。太平，你让车发动机修好了没有？客人催好几天了。哎，问你话呢。早他妈修好了。他在你们厂里主要负责哪一块？除了干活，其他的行为习惯你清楚吗？主要就是修发动机，没事的时候就在那边坐着。有好几次我都以为他睡着了，结果走近一看，瞪着眼把我吓一跳。要不就在那抽烟，反正一天到晚的也不知道他在想啥。哎，你别说，他这还真挺舒服，在这睡觉真不赖。他不是睡觉，他每天就发呆抽烟。你观察还挺细，当时因为什么进去了？盗窃。那依你的观察，他为什么坐这发呆呢？他就想跑。这个就是刘平的工具箱，我们没人动过他。怎么样？开发有线索吗？受害人不仅买了去江源的车票，还买了其他4个地方的，而且都是同一天购买。每个地方都买了2张，另外一个是给这个叫宋思军的人买的。这个宋思军现在在哪儿？目前查不到宋思军的任何身份信息，只能通过车票这一点查到，他2016年跟受害人刘平来的江陵。也就是说，这2个人一起约好了来江陵，又一起离开江陵，但又没有明确具体要去哪。身份造假、损毁指纹，还买了这么多同一天的车票，这2个人大有问题。怎么样？他的伤口形态实在是太奇怪了，我实在是找不出来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利器，
才能造成那样的结果，致他死亡。假设是弓形利器的话，伤口的深度应该也不会这么浅。算了，别想了，要不再去现场看看吧。现场没有致伤物，说明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把他带走了。而且现场的血迹很连贯，嫌疑人是怎么在不破坏现场的情况下消除自己痕迹的？那就说明这个嫌疑人根本就没把痕迹带进来，他在进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比如说鞋套、手套。受害人将一个打扮成这样的人带到餐桌旁，那只能说明那是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人。啊，对了，我在受害人体内检查出了很高的酒精浓度，也就是说，他当时是处于醉酒状态。醉酒状态，这就能解释得通为什么现场没有搏斗痕迹了。受害人刘平当时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。也不绝对，你看啊，现场连贯的血迹是滴落状的，这是只有受害人自主移动才能造成的。那就说明，他当时尽管处于醉酒状态，但他并没有完全丧失他的行动能力。这只能说明，嫌疑人速度非常快，快到让处于醉酒状态的受害人根本来不及反应。案发时，凶手拿出一个 U 型利器，朝受害人刘平刺去。案发时，凶手拿出一个 U 型利器，朝受害人刘平刺去。受害人没有立刻死亡，他挣扎着起身，然后扑向了窗帘。嫌疑人一步步向他逼近，他只能跑，他撞向了空调，然后他逐渐丧失力气，只能用手扶着墙，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他想要打开房门求救，但最终他没有打开。失去了所有的力气，失血过多而死亡。但是刚才的推理有一个问题，受害人当时处于那个状态，他起身第一时间应该扑向最近的东西，他为什么直接冲向了窗帘啊？那会不会是窗帘那边有他想要的东西？戴法医，你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？你和郑队在刘平家空调外机上找到那部手机，应该就是刘平本人的。我查了一下通话记录，有一个号码联系最频繁，我已经锁定到号码的位置了，而且是案发前最后一个跟死者联系过的。我正好去找他呢。行，郑队呢？哦，出外勤了，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了。那咱们先去。行。不会是树林啊？天气说变就变，哎，变数真多。手机信号显示就在这儿啊。
打个电话吧。戴法医，郑队什么时候到？干嘛？这里面应该是个人。来，郑队，资料身份证。戴法医辛苦。这里里外外补了得有7、8层，人我得带回鉴定中心了。凌晨死的那个还没有眉目呢，现在又死一个。还有这个，宋思军，这不就是刘平车票信息上那个人？对，他俩肯定有点联系。行，我先走了，辛苦。小刘，把账目收起来。老高，哎，怎么样，郑队？说实话啊，出警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这么复杂、这么离奇的死法。那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是不是很难判断是他杀还是自杀？来，各位，把手里的活填一填，都过来啊！郑队，有什么发现？这辆摩托车挺破的，但是具体的使用痕迹，咱们得回去检测才知道。孙权呢？好，现场发现一部手机，但是主板坏了。我们也刚去检查了一下，进出树林的路线就这么一条。下了一场这么大的雨，冲刷掉了除了受害人之外的所有痕迹。不过我希望大家不要气馁，我相信只要我们仔细检查，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，就一定能找出被忽视的证据。玫瑰齿。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发现？没有发现其他外伤。死者在双手被捆绑到身后的情况下，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捆绑的。如果要让一个身高1.8米、体重130斤的成年男子束手就擒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下药。行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内伤吧。好。胸腺浆膜、心肺浆膜都有点状性出血。塔尔迪尔氏斑，窒息。不一定，砷中毒、磷中毒还有急性酒精中毒都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再撑开点。应该是窒息导致他的脾脏变小了，明显比正常人轻了很多，颜色也变浅了。我推测，他的窒息过程应该很漫长。昨天一宿没回去，嫂子没说你什么？
他能说什么呀？一个人带孩子呗，习惯了他。哎，对了，思璇，帐篷里手机怎么样？嗨，主板烧了，技术部门还在修复，需要点时间。郑队，初检结果，死亡时间大约在4月5日晚上9点左右。9点？怎么了？当时我闻了一下帐篷门口有股烟熏的味儿，顺便查了一下当晚的所有的风向，8点到10点左右，刮的是西北风，而帐篷正好在火堆的东南方向20米处。初检致死原因有结果吗？有，受害人的死因是因为胸腔受到压迫导致的窒息，而且他在缺氧状态下维持了很久。另外，我们在他呼吸道中检查出了烟尘的痕迹，那极有可能就是烟尘加速了他的死亡过程。那这个火堆的线索很重要。哎，老高，火堆的线索是你查出来的，你继续跟进，查仔细点，看能不能查出来火堆是受害人放的，还是另有其人。大家熬了一宿辛苦了，我让陈一石给大家带了早餐。来了，早餐，大家喜欢吃什么？快点，辛苦辛苦辛苦！裹这么多层，够复杂的呀。谋杀还是自杀呀？双手被捆，这么复杂的操作，不像是自己一个人能完成。你们看啊，这条毛巾就好比是死者身上的那些丝袜，还有窗帘。当这些布在死者身上一层一层越裹越紧的时候，死者的内脏就会受到压迫，再加上帐篷的透气本来就不好，所以死者的呼吸逐渐变得困难，最终窒息而亡。对了，孙权，死者的那个帐篷里有没有检测出第二个人的生物信息？没有，从里到外只有死者的指纹，但帐篷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但他没有反抗的痕迹，会不会是中毒或者被人迷晕？都不是，他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双手被捆，从正常呼吸状态逐渐进入到濒死状态了。这么说，确实很可能是他吧？郑队，帐篷里受害人身份确定了，他不叫宋思军，真实姓名叫马小泉。2005年因为盗窃被劳改过，盗窃地点在天上天台球厅。马小泉，涉溪村人，还有个姐姐叫马小溪，父母早逝。我查到马小泉摩托车的连续性监控，是从4、5案案发地现场开出去的，所以2起命案的受害者很有可能住在同一个小区。难道是巧合？我看未必，他们出现在同一个小区，死亡时间一个在4月5日凌晨，另一个在当天晚上，这2起案件时间那么接近，我看没那么简单。这样，我们现在立马去他那个小区，紧接着去找马小溪。这辆摩托车见过吗？哎，咱们这个都是老小区，都是随便停的，我哪会有印象啊？哎，这个宋思军也住你们这儿？哎，是的，警察同志，不会又出啥事了吧？例行检查，麻烦开开门。哦，要不要进来啊？这门怎么开不了啊？哦，这个是房东特意锁上的，不让打开，我也没钥匙。储存这么多食物，这菜、这碗和4、5案现场的一模一样。郑队，全是车票，而且跟刘平安去的地点也都一样。从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某种联系，而且他们还住在同一栋楼里。我们甚至都不能排除，他们从买这些车票到4、5案案发期间，他们还有通话记录之外的联系。
那会不会是马小泉行凶之后跑路了？去露营啊？监控显示，4、5案当天，马小泉是从大门下午5点左右出门的。根据马小泉案发现场的环境和到他住所的距离可以推算，他应该不知道刘平已经遇害的消息。中队英明，马屁精。都走了。去，这俩人真够怪的，住在同一栋楼里头，餐具也一样，楼上楼下的每天通电话。让你他妈整个下酒菜也整不明白。我每天就吃最烂的菜，喝他妈最烂的酒，连他妈孩子都不知道给我生一个。这个马小西经常被家暴，邻居报过警，但每次马小西都要撤警。这里就是马小西的家。好，你在这等着，我们先进去。好。我他妈看着你就来气，猪吃的都比老子好。你干什么呢？你们谁啊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杨山。上次输那钱什么时候还啊？你是老4的人啊，你还我2天，我过2天还有个摊子，我赢了一块还。行啊，家暴赌博你是一个不落呀。啥意思？你说啥意思啊？啊，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的事一会儿再说，一会儿问到你什么，你想清楚好好回答。哎，马小西吧？我是。我们是公安局的。问你几个事。好。你家几口人？现在都在哪儿？我家就我和我老公2个人。你老公这么欺负你，你娘家人能看得下去？我没有娘家人，就我自己。户口上你不是还有个弟弟吗？他去外地打工了，我也指望不上。外地，在哪儿啊？在回山。回山？不对吧？我记得他这2年都在江陵。前段时间你们不是还见过面吗？没，我们没见过。这是你弟吧？不是叫马小泉吗？怎么身份证上写的叫宋思军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。杨山，他弟犯过事儿，不是好人。什么事儿？他弟以前偷过一个老板的钱包，偷了1万呢。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就那个台球厅，好多年前的事儿了。还有钱没？拿给我，我这回我肯定赢回来。哪还有钱？你天天喝酒赌博，你为家里赚过1分钱吗？嫌老子不赚钱？老子娶你回来干啥？生孩子不会，赚钱不会。你看看你天天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就他妈一扫把星，老子输钱全赖你。拿来！你干什么？快来！住手！放开我！我去你妈的！姐，别放我姐。杨山，你要是再敢动我姐，我他妈弄死你！滚！起来！滚！姐，走，滚！你说你弟已经好多年没回来了吧？一个道歉案，已经接受过改造了，为什么就是不肯回来呢？他在外面打工，没有时间回来。打工？打工用得着假身份证？今天在这个省，明天在那个省，成天跑的，你就不觉得奇怪吗？我不知道什么假身份证，我只知道他在外地打工。打工？打的是哪门子工？一年到头不往家里进1分钱。警察同志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他弟绝对有问题。杨山，那也是你弟。我弟，我姓杨，他姓马，他回来一次打我一次。警察同志，我用我的人格担保，马小泉
绝对背了大事儿。小雪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突然要走？姐别问了，以后你再没有我这个弟弟啊！你是不是又干什么坏事了？你听姐的，我们去跟警察说清楚。这条线不会有事的，说不清楚。如果说了，我这辈子就出不来了。姐，你不要问，也不要打听，阳光已经给我买好票了，我一会儿就走。对了，我走了我就不回来了，姐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！要是有人问我，一定说我出外地打工了啊！还有，千万不要联系我，如果有事的话，我找你的，姐。你跑去哪儿？这是哪年的事儿？07年。你刚提到的这个阳光是谁？我六表叔的儿子。你有他消息吗？他住哪儿？这好多年没见着了。哦，我六表叔说他在大城市当高管呢。我们杨家就是出人才，瞅瞅你们马家那些拎不上台面的东西。行了，是他吗？照片就是这小子。跟我走一趟。哎，警官，我跟你说，那小子可坏了。马小西，我们接下来说的话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你弟弟马小全遇害了。我们还在调查他的死因。刚刚给你看的那个人是你弟弟生前唯一联系过的人。如果你有任何线索，一定要告诉我。阳光在哪儿？很抱歉，关于案件信息，我们暂时不能向您透露。他当年是和阳光一起走的吗？是。为什么走？我不知道。你就没有怀疑过吗？好多东西为什么要走呢？我说了，我不知道。晶晶，你先别激动，我们不是在逼问你，我们也知道，马小璇是你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们也打听过，你弟弟很护着你，要是没有他，这杨山指不定怎么欺负你呢。这么孝顺的孩子，你舍得让他这么枉死吗？他的死和阳光一定脱不了关系，其他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你们走，你们走，马小西，你们走，你们走，马小西，你们走啊，走，走，走。哎，郑队，陈一石呢？陈一石协助辖区民警把杨山送去派出所了。郑队，2名受害人的身份信息已经再次确认了，阳光和马小全就是同村的。据马小西提供的信息，2人都是07年离开社稷村的，而且根据马小西的反应来看，马小全身上肯定有事儿。老高，你们查的怎么样？阳光的父亲杨大勇，他村里一霸，因为村里人想去城里打工，必须要通过他介绍，所以阳光他在村里就作威作福的。至于那个杨山，仗着和杨大勇那点亲戚关系，对马小西也是百般欺负。我们还打听了一下，杨大勇近期不在家，出差了，过2天能回来。不过我们记下他联系方式了。老高、思娟，你们2个在这村里再摸排一遍，把杨大勇的信息了解得更详细一点。是。好，我们去杨道勇他家。是，郑队。这是杨大勇的家。哦。那这位是？这是杨光的弟弟杨浩，这家不太好。行，啊，谢谢你，你先回吧。让您忙啊。你好。你请坐。你们找谁？谢谢。你多大了？28。这家里就你一个人吗？我妈、我爸、我哥，还有他。你们找谁呀？妈，我哥的朋友找我哥了。你好，我们是公安局刑侦大队的。好，进屋吃饭吧啊，那就好了啊。监察同志，我儿子在外地呢，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您儿子阳光吗？
有点像，但是也不完全像啊。哎呀，这照片不清楚呀。你儿子工作不错吧？他最近跟你有联系吗？高管，有什么事求他呀？在哪儿工作？大企业，假期都没有。阿姨，其实您儿子不是高管，他在我们当地的修车厂上班。他不联系您是因为他去世。什么？说走就走了？他被害了！喂，给我起来！咋？又怎么了？哪来的天纹身？要你管？要我管？让你念书，你退学，你都退了多少回了？我这才刚走半年，你就不念了？不念就不念了呗。不念，不念，不念了，不念了。要不是学校老师认识我，给我面子，你以为你在学校你算个屁呀？啊！你看你那刘海留的，比女生都长，还围个蛇纹身。说你是个公的，你整天就在这整这两种毛，啊？人不是人，鬼不是鬼，你说你到底想咋？不怎么样。书念不念了？念过了。哎呦好，反了你了是吧？啊，反了你了是吧？敢给我瞪眼啊？这给我瞪，给我瞪！这给我瞪，给我瞪眼，给我瞪眼！孩子干什么？都是被你给惯的。那个天天跟你在一起的马小泉，上星期被判，你那话，你那软毛，还你那纹身，哪来的钱？你别人我不知道，你丢不丢人啊？要不要脸啊？花人家偷来的钱，你但凡去抢，我都给你输这个。你老子的脸被你丢尽了。你们带回来的样本已经比对出结果了，死者刘平就是杨大勇的儿子杨光。那个盗窃案我也查了，马小泉05年偷了天外天储物柜1万元，判了1年多，07年放出来的。07年，那不早放出来了吗？还跑什么呀？他俩肯定有别的事儿。还有那个杨光，以前经常跟他在一起。马小泉偷的钱交回来2000多，剩下的估计杨光也有份吧。照这个推算，跑了11年，这事儿肯定不小。马小泉出来之后，一定伙同杨光干过一些别的什么事。马小西提供的信息还算有点价值，而杨光的母亲反而没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。我认为最关键的是，两家人都觉得两人的死和对方有关系。黑石，截获，快！哎呦！我让孙权把2007年到现在所有的命案积案都调出来了，大家辛苦一下，加个班啊！重点查谋财害命的，特别是2007年在本市发生的案子。要不大家先一起去吃个饭，啊，回来再继续查。叫人带法医。好，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媳妇儿给我送饭了。那我也不去了，吃哪踏踏实的。我吃过了，我帮忙看看卷宗吧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没事。有老婆就是好。辛苦了，老高，咱们先走了。没事，拜拜。想什么呢？啊，马小泉当年偷东西的地方是天外天台球厅。说来也巧了，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去那儿打台球。天外天以前不就在这附近吗？那天外天都倒闭很多年了。哎，戴宇，尸体上有什么线索吗？尸体上的线索是有，但不足以破案啊。这两个案子都挺奇怪的。你们看啊，马小泉的死，我们现在只能知道跟那些布是有关系的，但问题是，我们不知道是谁打的劫啊。至于杨光的死就更奇怪了，我们连镇上物都找不着。根据杨光和马小泉的居住关系和车票信息来看，会不会是他们以前犯过什么事儿？马小泉把杨光杀害之后，畏罪自杀了。如果是马小泉杀了杨光的话，在现场什么痕迹都没找到，
为什么是自杀？动机是什么？这说不通啊！不是自杀，咱们想想他杀。可是这两个人跟连体婴似的，除了对方谁都不联系，他们还能得罪谁啊？那可不一定，他俩这隐姓埋名了11年，那可能真的是在11年前得罪过什么人，躲成这样，肯定是怕被报复呀。不是什么谋财害命的大事儿，他们俩也不至于躲成这样。行了，都吃差不多了吧？回去跟卷宗吧。老板，买单。哎，谢医生。谢总。哎，这么巧。对，我刚下班，跟他们一起吃个饭。嗨，郑队，你见过的？他们是？啊，金坚，女同事，还有陈医师，男同事。那个谢医生，我们先回去了，改天我也找你做个心理评估。拜拜。你喜欢百合花？哦，我买来送病人的。你不也是医学生吗？这叫人文关怀，学着点。头次见到这么贴心的医生，不过我怎么学啊？我只能送菊花了。无不无聊？你没事吧？有点疼。那要不咱们去医院？算了，主要是吓到了。不过这个地方真的不应该来，每次来好像都会受伤。上次是被误伤，这次是被瓶子砸了。上次，你还记得？不要我操啊！操你妈！他妈是！别打了！再打我报警了！再有下头弄死你！操！你没事吧？疼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玻璃渣。这太乱了，我进里面帮你看看。轻点，轻点。你忍着点儿。这么长，会不会留疤啊？放心吧，只要你别碰水，别挠它，肯定没事。可惜我们俩这场球局了，这都没打上，全毁。时间有的是，改天再约呗。啊，不过下周就要期中考了，好好在家复习复习。你看，你爸怎么跟你说的？叮嘱了你要带我吃好的喝好的，结果你呢？我要是不给你打电话，你短信都不给我发一个。冰棍，这就是证据。你买冰棍都只买一个。冰棍就是给你买的。我才不信呢！你反正只买了一根儿。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？自私、不讲究、吃独食，还有什么词？好了，别说了。主要是我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在上课，时间真的很满。你今天不是周四吗？哪来的时间？那是因为我们家水管坏了，我爸让我修水管，这不刚好被你捡漏了吗？不过真的，你最近尤其晚上千万少出门，你看里面乱的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上班好之前不会出门的。好，那我先去还药水，你好好在这待着，等我，不准动。一动不动。都想起来了吧？我当时不也是怕你不安全吗？的确，那个地方是挺不安全。从上次受伤之后，我就再也没去过了。这些年，你一直都在江林吧？怎么不联系我？你不是也一直没联系过我吗？我还有事，先走。郑队，吃饭让我买单，水果也让我买单。买单就买单嘛，一共就买6个，苹果、桃子各6个，还好葡萄不是6个。行了，我哪次没赚你钱？用到一路了你。也是。这也太抠了吧！那没让我吃完，一碗酸辣粉就给我打了。
饭还是人家陈医师买的单。休息一票，大家辛苦了。来吧，吃点水果充充电。这水果呀，我请的客，郑队买的单，别忘了。来来来，出法医。是什么好吃的啦？就请我吃了碗酸辣粉儿，我都没吃完就让我走了。最后还是人家陈医师买的单。就休息会儿吧，吃点水果啊。开了这个。我好像找到了。2007年6月1日，有一起绑架杀人案，2名嫌疑人至今没有归案。受害人冯佑宁，江陵大学，生前在天外天台球厅兼职。这是绑架信，涉案金额50万，按嫌疑人要求，把赎金放在了天外天。严队，我问过前台那小姑娘了，冯佑宁上周就换好班了。你再仔细的想想，你确定你把钱锁在这个柜子里了？那你有没有看到有人来取钱呢？我真没看到。你女儿平时经常去哪儿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周4，如果她不上课也不打工的话，那她能干什么呢？嫌疑人肯定是事先过来蹲过点，或者是跟踪过你。你跟我们说的越详细，我们找的越快。你们就别再问我了，我真的是不知道。你们不是警察吗？你们去找啊！他给我打电话让我放在这儿就走，我也想等，但是他肯定是看上我了，他又给我打电话让我放下就走。如果不走，他就别激动，你应该选择相信我们警方。还没来电话吗？没有，从昨天打电话之后到现在再没来过电话。还是做好监听准备，一旦有电话过来，立刻开始找人。是。 50万，也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你们家也不富裕，这个钱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说那钱是我偷的？我告诉你，为了救女儿，要我的命都可以。你先别激动，我们的意思是，这么短时间内弄这么多钱，你也不容易。为什么不选择第一时间报警？不敢，不敢呐！这个钱。 应该是你问亲戚朋友借的吧？那是我存了半辈子的买房钱。上不进去了，扔不进去！别激动，你不能进去。你看你啊！ 你看这样啊！死亡时间超过12小时，被割喉了。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，加大排查力度。这个案子我印象非常深，就像一把刀，深深地插在我的胸口。这些年。 我们没有放弃过排查，犯罪嫌疑人现在不管以怎样的形式出现，总算是给社会和家属一个交代。我记得当年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已经是5天之后了，人已经被撕票，山里下着暴雨，现场被雨水破坏得非常严重，赎金也已经被嫌疑人带走了。我们在现场找到的唯一的线索，就是受害人家属提供的那封绑架信，以及交赎金的地点。 天外天台球厅之后，我们排查了大量可疑人员，都没有找到相关的线索。那个男的长什么样？那个男的个儿挺高，戴个帽子，怀里抱了个包。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和鞋子，还记得吗？天太黑了，记不清楚。
那具体几点你还记得吗？9、10点钟吧。夫君，坐吧，一块儿听一下。根据家属的证词，打电话的是2名男性，他们判断年龄在20岁到30岁左右。其中一个人说的是回山方言，应该是外地人，而且根据对绑架信的侧写，这里面一共有2种字体，其中一个写信的人性格比较急躁，而且比较心狠，另外一个人有模仿笔记的可能，胆子没那么大，但也更聪明。2个人就是靠拼凑出的字体写出了一封绑架信，送到了受害人的家中，而且这封绑架信所用的这张纸，就是来自受害人笔记本上的。是他。